赵丽颖彻底翻身，38岁再获晋升，85花中一骑绝尘，豪门标签全撕掉。赵丽颖杀疯了！就在去前，她还在被群嘲过气没素质，全网都以为她要跌下神坛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蛰伏半年，她王者归来，用实力狠狠打了所有质疑者的脸。2025年是赵丽颖出道以来至暗的时刻。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时的她，那就是千疮百孔。黑料不是一波接一波，而是像海啸一样劈头盖脸砸下来，恨不得将她直接淹死在舆论的唾沫星子里。一切的导火索源于一场直播。去年5月，原本只是一场普通的品牌直播，却因为平台为了流量恶意炒作她与导演赵德胤的绯闻，彻底变了味。当时屏幕上不断刷着官宣恋情的引导词，试图逼赵丽颖就范。这个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的女演员，这次没有选择公关那套打太极的说辞，也没有选择沉默，她直接炸了。面对镜头和满屏的恶臭营销，冷冷地甩出了一句话，就是这3个字，让整个内娱都炸锅了。那一夜，微博崩了，热搜爆了，黑粉高潮了。各大营销号仿若接到紧急指令，马不停蹄地赶制着标题：赵丽颖素质低下，这就是你们喜欢的偶像？双引号。虽然也有死忠粉解释说这是北京方言里的气话，但在那个节骨眼上，没人听解释，就连官方也亲自下场批评，请学会表达情绪，而不是情绪化的表达。那一刻，赵丽颖成了绝望的文盲之外的另一种反面教材巨婴式明星。如果说粗口门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那么关于她职业素养的质疑，就是那早就存在的沉重负担。很多人说赵丽颖吃相难看，那几年她就好像是被上了发条一样，一部戏接一部戏，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粉丝大肆吹捧，声称这是敬业，是对事业怀揣野心的体现，但路人却是一点都不买账。质疑声最核心的一点是，无缝进组，拿什么时间去体验生活？拿什么时间去打磨剧本？刚从上一个古装剧的绿幕里出来，马上就钻进下一个悬浮剧的豪宅里，演出来的角色除了造型变了，那眼神里的疲惫，那表演的套路化。有肥里，她疲态尽显，被嘲演少女违和。尽管幸福到万家口碑回暖明显，但仍有部分人以挑剔的眼光审视，从中寻觅瑕疵，说她演农村人依然带着一股劲儿，不够松弛。再加上所谓的不敬业传闻，虽然她曾是拼命三娘，但随着年纪增长，一些高难度动作的替身争议，以及对戏时因为太累导致的敷衍状态，被对家一帧一帧截图放大。演技套路化，只会用瞪眼和皱眉表达情绪，离开配音活不了。这些标签贴在他身上，哪怕他有《知否》这样的养老剧，也难以抵挡汹涌的舆情。这还不够，网友开始了一场针对他的考古式围剿。他以前的低情商发言被翻出来，中餐厅里的那份焦虑快乐大本营上曾被热议的插刀就义，皆在当下被重新审视，过往种种皆被赋予了全新的解读。有人甚至拿他当年的劈叉梗反复鞭尸。当年为了否认怀孕，他发了一张劈叉照片，结果几个月后孩子就生了。这一举动被定在了骗人的耻辱柱上。那时候，打开任何一个社交平台，只要搜索他的名字，关联词一定是赵丽颖道歉。赵丽颖凉了。那时候，所有人都以为她的顶流之路到头了，但事实是恰恰相反，她没有过气，反而扭转乾坤，打出了王炸。被全网围剿最狠的时候，赵丽颖消失了。消失的这6个月，
全网各种猜测满天飞。赵丽颖胡了隐婚生子，如今她终于杀了回来。顶级奢侈品牌纪梵希正式官宣，赵丽颖由品牌全球彩妆代言人晋升为全球彩妆及香氛双线代言人。全球加双线，这是什么概念？纪梵希作为国际顶奢，全球双线代言规格极高，此前从未给过中国艺人。赵小姐是首位华人双线全球代言人，直接甩开杨幂、刘诗诗等85花，时尚地位断层第一。而这只是开胃菜，真正的重头戏在后面。就在大家还在讨论赵丽颖时尚资源飞升的时候，电影圈传来消息，赵丽颖将搭档凭借《封神》爆红的顶流小生于适，出演大制作电影《浮华之上》。一个是手握无数爆款剧的电视剧女王，一个是千万少女追捧的电影圈新贵。这两人的组合被誉为内娱演技派的双向奔赴。当你还在嘲笑她古偶太后的时候，她早已默默闯进了电影圈，且搭档的是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搭档。这不仅仅是流量，这是对她演技和商业价值的最高认可。当然，代言和电影都是虚的，作品才是硬通货。她也显然深谙此道。就在大众记忆还停留在小城大事的争议时，她带着新作强势回归，而且一出手就是王炸。不管是悬疑剧在人间的深度挖掘，还是电影《向阳花》中对女性力量的诠释，都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全新的赵丽颖。即使有争议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她的剧依然是平台上最能扛收视和点击量的存在。但要说最让人解气的是，这场回归让她彻底撕掉了贴在身上多年的攀附豪门标签。03，如今的赵丽颖风光无限，但回过头看她和冯绍峰的那段婚姻，很多人才恍然大悟，那不是一段良缘，那是一场渡劫。哪怕是到了今天，也依旧有人意难平。为什么赵丽颖要在事业巅峰期选择嫁给冯绍峰？答案很现实，也很残忍。未婚先孕。2018年，两人官宣结婚。虽然文案很甜，但明眼人都看得出，这场婚礼办得仓促，甚至连一张像样的婚纱照都没有。于是，外界戏称这段婚姻为奉子成婚。更让粉丝心碎的是，赵小姐在这段婚姻里的卑微。冯先生是出了名的富二代体质，上海家境殷实，是所谓的书香门第。而他呢，虽然已经是顶流，但在传统观念极重的冯家父母眼里，他依然只是那个农村出身、中专学历，在娱乐圈抛头露面的戏子。冯家看不上赵小姐，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。传言冯母要求她放弃事业，专心在家相夫教子，甚至要求她改名以求旺夫。更离谱的是，冯母催生二胎的紧箍咒，从想想出生后就从未停止。但赵小姐刚剖腹产生完孩子，产后身体尚未恢复，面临子宫肌瘤和膀胱脱垂的风险，她却要立刻复工。在冯家看来，这是不顾家，太强势。但在赵丽颖看来，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丢掉事业的底线。这段婚姻里，冯绍峰像个长不大的孩子，遇到婆媳矛盾只会沉默，甚至在节目里抱怨没有给过我想要的。这种丧偶式育儿加 PUA 式婆家的组合，换做别人可能就忍了，但他没有。2021年，他果断官宣离婚，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随心。离婚4年后，他用实际告诉所有人：你冯家想要的金丝雀，我当不了；你们看不上的农村姑娘，现在是你们高攀不起的资本。冯家以为用豪门的规矩能束缚住他，却没想到，这反而激发了赵丽颖骨子里最狠的那股劲。如今的赵丽颖再也不需要依附任何人，她的人生
就是一部最标准的大女主爽文。从被骂滚出娱乐圈，到断层领跑85花；从被豪门嫌弃，到成为豪门本身。她的故事其实很简单，在人生的岔路前，她不随波逐流，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那条契合内心所向，且能让自己不断蜕变、日益强大的道路。哪怕浑身是伤，也要自带光芒。这才是真女王。写在最后，这场逆风翻盘的大戏，赵丽颖赢得漂亮。现在的赵丽颖不靠绯闻，不靠豪门，只靠自己。38岁，对于一个普通女人来说，或许意味着青春的流逝，但对于赵丽颖来说，38岁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